叶晨的话让伊藤雄彦整个人感觉五雷轰顶，他整个人在原地愣了半晌，紧张地看着叶晨，颤声问道：叶先生，您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的腿真的长出来了吗？叶晨点了点头，随口道：伊藤先生，你好歹也是大风大浪过来的，这种时候不用这么惊讶吧。如果你还不相信这是真的，不妨站起来走2步。伊藤雄彦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那2条粗壮的腿，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了摸，入手的触感无比真实。而且当他稍微冷静下来之后，他才意识到，不只是自己的手摸到腿的时候，手感觉到了真实的触感，甚至自己的腿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被触摸的感觉。这一刻，伊藤雄彦整个人已经开始控制不住的剧烈颤抖起来。他已经开始逐渐相信，眼前这一切似乎确实是真的。这种巨大的震撼还有极致的激动，让他整个人抖得如同一个重症帕金森患者。紧接着，他下意识地想要将双腿弯曲。双腿的动作虽然有些许生涩，但确实如他想要的那样逐渐弯曲起来。这一刻，伊藤雄彦只感觉自己的眼眶之中不断涌出热泪，以至于视线都被泪水模糊。随后他想起叶晨的话，擦去眼泪，双手抱着膝盖，想要扶着膝盖缓缓站起身。原本他还以为这个动作应该会很困难，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双腿只是稍稍用力，整个人便稳稳地站立了起来。虽说他还没有适应新长出来的这2条腿，但是不得否认的是，这2条腿自身的状态却正处在巅峰。所以伊藤雄彦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便已经完全站了起来。伊藤雄彦其人并不算高大，他的身高约莫也就在1.68米上下。不过此人从小上武，虽然他并不是武道人士，但是多年来练习空手道与散打，也让他的身体素质以及强壮程度超过了大多数同龄人。而重塑丹将他的双腿重塑回了他的巅峰状态，那2条腿虽然有些短，但却十分粗壮，矗立原地的姿态，再加上一身绿泥，仿佛一头绿毛大猩猩。叶晨见伊藤雄彦整个人呆立当场，心中知晓，这种事情对伊藤雄彦来说肯定过于震撼，至少还需要稍稍的适应一下。一旁的管家这时候稍稍回过神来，惊骇万分地问道：叶先生，大人他的腿真的长出来了？我这不是在做梦？叶晨淡淡问道：你做过人的腿截断了，还能重新长出来的梦吗？管家连忙摇头，认真到没做过。叶晨笑了笑，那就是了，这种好事儿可不是做梦就能梦见的。这就好像每个男人都有过青春期，但他每一场春梦的对象都未必会是他最爱的那个女孩子，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管家深以为然，点头如捣蒜地说道：是，我整个青春期绞尽脑汁都不曾在那种梦里梦到过我心目中的那位女神。叶晨嗯了一声，随后看向伊藤雄彦，淡淡笑道：伊藤先生，生日愿望变成现实的感觉怎么样？之前还傻站着的伊藤雄彦听到这话，忽然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在了坚硬的地板砖上，他眼眶噙满泪水，看着叶晨哽咽道：叶先生，谢谢您的再造之恩，我伊藤雄彦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变成一个正常人，您的大恩大德在下永生难忘。说着，他张开双臂跪在地上，硬是给叶晨磕了3个头。叶晨眼见伊藤雄彦跪在地上边说边哭，再搭配着那张满是绿泥还有些扭曲的脸，感觉已不再如刚才一般像一只绿毛大猩猩，
反而像是一只刚从土里钻出来的大号支了吼。再加上这老哥眼下还光着腚，视觉上委实有些不堪入目。于是叶晨也不想上前搀扶，略有几分嫌弃地对伊藤雄彦身边的管家说道：“赶紧弄一条浴巾给你们家伊藤先生披上，这么大岁数了，光着屁股跪在地上像什么话？”管家回过神来，连忙扯过一条浴巾，3两步冲到跟前，用浴巾将伊藤雄彦的腰部一下裹了起来。伊藤雄彦此时哪还顾得上丢不丢脸，早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泪眼婆娑地看着叶晨，哽咽道：“叶先生，您就是在下的再生父母，从今往后，无论您让在下做什么，在下都绝无二话，哪怕您现在让在下从这里跳出去，在下也心甘情愿。能够作为一个正常人有尊严的死去，都比坐在轮椅上苟活一生要好得多。”叶晨无奈地摇了摇头，开口道：“我大老远把你叫过来，再把这么珍贵的药送给你，可不是为了亲眼看着你从这里跳楼摔死，而是为了让菜子以后能够不再为你担忧难过。所以你从现在开始也一定要振作起来，别一天到晚跟死半截似的，更不要再让菜子为你担心了，明白吗？”伊藤雄彦恍然大悟，脱口道：“我明白了，叶先生，感谢您对小女的宠爱。从今日起，我一定不再让菜子为我担心分毫。”叶晨点点头道：“行了，赶紧起来去冲个澡，把你身上的泥都冲干净，尤其是脸，仔细把脸洗干净，然后换上给你准备好的运动服出来，菜子还在外面等着呢。”伊藤雄彦又要磕头，可刚弯下腰，身上围着的浴巾便挣开了。一旁的管家连忙上前帮他重新兜住。叶晨忍不住说道：“别再给我行大礼了，我帮你也完全是看在菜子的面子上才帮的。”伊藤雄彦哽咽着重重点头，随即想起什么，又问叶先生：“在下斗胆问您一件事。”叶晨嗯了一声：“你问吧。”伊藤雄彦毕恭毕敬地问道：“叶先生，在下想知道，田中他现在怎么样了？您是不是也给他服药了？”叶晨点头道：“我已经给他服过药了，不过他服药时间比你晚几分钟，估计现在差不多快醒了。”伊藤雄彦彻底松了一口气，哽咽道：“我这条命是田中奋力救下的，若没有他，我可能早就被高桥家族的人乱枪打死了。如今他也能恢复如初，我也算是缺了一桩心愿。”说罢，他看向叶晨，满含热泪地说道：“谢谢您，叶先生。”叶晨微微一笑，淡然道：“大可不必为这件事谢我，我帮你是看在菜子的面子上，帮田中完全是欣赏他作为中仆对你们伊藤家的一片忠心。”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